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。嗨，我是鱼之兔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。今天要来做什么呢？现在常常在讲故事行销啊，或者是人们都喜欢听故事啊。故事可以用在行销啦，或者是在影片里面啊，可以更丰富你的剧情啊，或者是电影啊、小说里面啊。但要怎么讲好一个故事呢？讲好一个故事是需要怎样的元素在呢？今天就来上故事课，这是一本书，那书我会放在这边，它的名字也很长，所以我就讲故事课。那就来看看今天要怎么讲好一个故事，讲好一个故事是需要怎样的元素咯。故事公式的7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主人翁他有什么样的目标呢？第二个，他的阻碍是什么呢？第三个，他要如何的努力呢？第四个，结果如何呢？这边是通常是不好的结果，他遇到了阻碍，他需要去突破。第五个，如果结果不理想的话，那要代表他的努力是无效的，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超越的，就是意外。比如说我意外得到了神武，意外得到了贵人的相助，所以他必须要突破这个困境。第六个，这个意外发生的情节之后，那他如何转弯呢？第7个就是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？羽翼之兔来自异世界的勇者，这个世界里面发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 BOSS， 这个 BOSS 让大家得到了病。所以羽翼之兔这个异世界的勇者就是要讨伐这个大魔王，才可以让这个世界的人不再生病。可是羽翼之兔他是新手装啊，他没有任何的装备啊，所以啊，羽翼之兔就要靠着打怪来去升级呀，拿到更好的武器。可是他遇到了第一个 BOSS， 他的等级太高了，血很厚啊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打败这个 BOSS， 他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更好的武器，所以他只好找了别人去村里问问看，怎么去讨伐这个 BOSS， 跟高人指点，并且找到了他的队友一起去讨伐这个 BOSS。在历经的千辛万苦之中，羽翼之兔终于打到了这个 BOSS， 而且拿到了这个神武，继续他的打 BOSS 之旅。最终他来到了这个魔王的 BOSS， 靠着他历经万苦打了那么多低等高等的 BOSS， 拿到了神武，最终他打败了这一个最终的 BOSS，然后大家就恢复世界的和平咯。好，这是一个很简单、比较没有起承转合的故事，但是大概就是这样子。你可以透过这7个公式来去编你的故事。你遇到了怎样的阻碍，你是怎样突破呢？那个阻碍，然后之间像动漫啊、电影常常会有的就是。他遇到了阻碍，然后他开始有很多的内心戏，然后不在乎的就是找队友啦，然后得到更多的神武啦，然后或者是高人指点啊，或者是他一开始就是外挂体质的这一种，都是有不一样的困难，然后不一样的剧情在，然后甚至会有感情戏，就是说男女主角之间啊，他们相爱，但是在相爱的过程，他们遇到了怎样的阻碍？人们就是喜欢这种八卦的精神啊，然后就喜欢看到这个人突破了这个困境，那一种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所以这就是故事公式的7个问题，好好的利用它，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电影啊、动漫啊，或者是连续剧都利用了这7大公式哦。所以这7大公式里面就代表的第一个是目标，第二个就是阻碍，第3个就是努力，第4个就是结果，第5个是意外，第6个是转弯，第7个是结局。把它套用上去，你就会讲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故事。那它这边也有那个努力人的公式，就是目标、阻碍跟努力的结果。
意外人的公式就是目标意外转弯结局。努力人的公式就比如说，羽翼之兔是个 YouTuber， 他的目标是达到10万订阅好了。之中他遇到的很多的阻碍，比如说观看率不好啦，然后订阅数不好啦，遇到酸民啦，他不断的拍影片，不断的精进自己的内容啦，然后影片的影像啦等等的发片等等的，最终他的目标达到了10万订阅。虽然我还没有啦，但这就是一个举例，就是一个努力人的过程。他因为遇到了阻碍，他非常的努力，然后去获得了他想要的结果。意外人的公式啊，它就是比较属于那一种，你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，比如说神武啦、装备那一种感觉。好，意外人来套用的话，就比如说羽翼之兔是个 YouTuber， 他想要达到10万订阅的这个目标，但之中啊，他发现了他的观看率下降了，然后不知道拍怎样的题材，然后结果他因为去参加了一个聚会，然后遇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 YouTuber， 他就是教会了羽翼之兔该怎样做一个影片的行销啦，或者是怎么样这样做影片的内容啦，怎么剪辑啦，然后要怎么样做脚本才会让羽翼之兔的影片更好呢？然后羽翼之兔也跟了这个比较厉害的 YouTuber， 然后做合作，但是啊，因为对方的这个订阅数太高了，所以羽翼之兔开始被酸民给攻击。但羽翼之兔并没有放弃他身为 YouTuber 的一个里程，他努力的精进他自己的能力，跟不一样的人做合作，然后做不一样的尝试，最终他得到了10万订阅的奖牌这个目标。好，这个就是意外人的公式。然后刚刚的努力人的公式其实有差别，其实差不多的剧情，但是之中遇到的情境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套用这样子的公式喽？羽翼之兔，可是我的想象力不好啊，没有办法向你讲出什么异世界勇者啦，什么拿到神武啦之类的故事剧情啊，或者什么 YouTube 10万订阅，我没有这么强大的经验啊，我没有办法说一个很好的故事啊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我要放弃这个故事课吗？它里面还有36个剧情模式。那这个剧情模式的话，基本上你在多看电影啊、动漫啊，或者是连续剧里面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剧情。那这36个模式，你就可以慢慢的就是拿几个来去做你的故事。那这36个分别是，第一个就是请求。然后拜托，第二个就是援救，比如像是之前那种医疗剧啦，它就是在援救的部分。第三个常常会发生的就是复仇 ，revenge 啊，就是可能爸爸妈妈挂掉了，然后被谁杀了，然后他要来复仇，或者是他被这个绿茶婊给婊了，他开始他的复仇之旅啊。所以这复仇是蛮多连续剧啦，或是电影都有的剧情，援救也是。第四个就是亲族之间的报复，比如说兄弟之间的财产啊，或者是爸爸妈妈可能比较喜欢哥哥或者是弟弟，然后导致2个兄弟的反目成仇。这个在连续剧常常发生，尤其是29台或者是民视都常常发生这样子的。兄弟为了财产，然后或者是大老婆跟小老婆的小孩啊。在小说里面也常发生嘛，然后2个人反目成仇啦。第5个逃亡者的追捕，这个在刑侦片里面会比较常出现，比如说他是一个谋杀的凶手啦，然后他是个连环杀人犯呐，然后身为警探的他要去追捕他。第6个就是灾祸，比如现在的疫情关系啦，或者是常常看到那种明天之后啦，然后发生的就是世界末日那样子的。第7个不幸的遭遇，比如说爸爸妈妈可能偏爱着弟弟妹妹啊，然后他自己觉得在家中啊他没有地位。一定没有地位了，爸爸妈妈还想把他卖给，就是嫁给一个有钱的人，然后这个有钱人又会跟他对他施暴，然后也不爱他，然后他的整个人生就是那种很不幸的人生。这个在剧情里面就是一个
凸显出，通常都是一个不幸的遭遇，然后他之后他要怎么转换成这个遭遇变成幸福的遭遇，这个在电影啊、电视啊都蛮常发生的。第8个就是反抗或者是革命，就是你可能反抗了上司，反抗了父母，或者是战争片里面的出去打仗的那一种，就是反抗。里面还有比如说奸情杀害啦，29台不是常常发生吗？或者是骨肉的仇恨啊，也是常常有的。然后像是骨肉的竞争，一定都会有的。然后或者是不知而犯的恋爱的罪啊，就是有人为爱而疯狂这样子，或者是为了主义然后伤害别人啊，为了爱情然后牺牲自己啦，然后有原因的去牺牲自己爱的人啊，然后就是2个势力不均的人在斗争啊，或者是外遇啦、偷情啦，或者是疯狂啦。然后还有恋爱的罪恶，恋爱的罪恶就比如说他外遇吧，然后他喜欢这个人，但这个人就是这种罪恶，或者是发现自己所爱的人啊，然后有不名誉的事情，或者是恋爱遭到的阻碍，然后爱上了自己的仇人啊，或者是野心，或者是与神的斗争，或者是错误的嫉妒。然后错误的判断，就是亲人啊、家族的重逢啊，或者是失去爱的人，这36个剧情，常常发生在29台啦，或者是在电影啦、连续剧里面，超级常有的。尤其29台常常演的就是外遇、偷情啦，然后验 DNA 啦等等这样子的剧情。这36个剧情的模式，你就可以任意的去做组合，然后再加上故事公式的7个问题，然后把它组成就是一个非常完美、有起承转合的故事。这就是故事课。你还在想你要怎么讲故事吗？或者是你没有那个想法，不知道怎么讲故事吗？欢迎来看这本书，让你上一堂这样子的说故事的课程。其实这本书我一直想要买很久了，然后就一直在观望，就是二手书的价钱其实都还蛮高的，没有降下来很多。那我就想说那再等一阵子，等比较便宜一点的时候再来买。然后后来是我在海瑞的那个就是新北市还是桃园，反正就是在那个图书馆里面有看到这本书，那我就马上借来看了，可以马上借来看，那我就马上看。那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让我收获蛮多的。然后原来剧情是讲故事是这么简单的事情，而不是那种需要很专业的人，然后上很专业的课才可以讲这个故事。他用简单的这种套模式跟简单的公式跟剧情的模式，就可以让你讲一个很好的故事了。不知道你对这个故事的这本书啊，讲故事这本书啊，你有怎样的想法呢？你想要讲好一个故事吗？还是觉得讲故事这种事就是必须要很专业的人吗？有没有想要来亲自看这本书，然后来讲个故事呢？或者是对影片有任何的想法和意见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都会给你一颗爱心哦。我是羽翼之兔，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